冀大将军说是有事找你，请您过去一下。你收拾一下。是。季家大郎，有事找我？线索。近几日，我姨母在为我宣看娘子。好事啊，恭喜你。她一直问我，心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。我的心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，我便知道，我再也欺骗不了我自己。我一直觉得他看遍了千山，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夫，该如何能入得了他的眼？但我想了许久，我这一生一直在做稳妥之事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想一试，不论结果。姨娘，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3年前的5月初10，因为英英离家出走，她便住在了你这里。那个时候，你在院子里舞剑，翩若惊鸿，娇若游龙。我第一次见一个女子那样的洒脱肆意。不知为何，从那一刻，我便知道我再也忘不掉你了。可家中艰难，我无暇为了自己的私心行动，更没有底气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诉说心意。直到近几日，你我阴差阳错几番接触，我不管你是如何看我的，但我想堂堂正正的、清清楚楚的将我的心意告诉你。我不想卑鄙的借着朋友的身份悄悄的接近你，更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与你走得太近而损你名声。余娘，我心悦你，我想娶你。我阿爷是跑商队的，我自小便跟着他走南闯北，就像是一阵风，雪拦不住，山也挡不住。这阵风也曾为一个人而停留过。后来的事情，我想你大抵也听说过。我仔细想了很久，我真的不能做一个端庄的妇人吗？不是不能，
而是我不愿意。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相比喜欢他，我更喜欢我自己。我背上的包袱很小，装得了自由，便装不下他。但我喜欢的便是肆意的你，洒脱的你。我也从未想过说你要为我改变什么。这些话他也说过。你觉得杨家大郎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吗？但谁不是事到临头，身不由己呢？同样的事情，我不想再经历第二遍。兄，你忘了，姨母说了，我们家无论男女主仆，进也不认错。我确实忘了，但是没事，我已经骗他们说你睡着了。哎呀，难得呀，还有我阿兄悄悄开门的时候。阿兄，你。阿玉他拒绝了我，他说他害怕重蹈覆辙。阿玉看着肆意洒脱，但其实他内心也有柔软的地方。他之前跟我说，在江湖上，武功最高的侠客是不过招的侠客。因为只要不过招，就不会输。他其实是在保护自己。是我做的不够好。我刚刚在他楼下想了很久，我只告诉他我喜欢他，但是我的这份喜欢，又能够让他得到些什么呢？如果我能让他足够喜欢，足够安心，足够信赖，他怎么又会害怕重蹈覆辙呢？所以口说无凭，我会做给他看。不愧是我阿兄。但是阿玉心智很坚定，做了决定的事情，想来很难回头。阿兄这段路，怕是要走很长。你阿兄向来不是个聪明的人，但只要是我认定的事，我就会去坚持。娘子，你已经喝了太多了。每日都被困在这里，什么也做不了，还不如找找乐子。这二郎君最近时常出门，但行踪隐秘，我实在是打探不到他在做什么。他能做什么？一定和季依英有关系。季依英她姨母来了，又走了，他还接了一个吐蕃来的大商单，正在赶工之际。昭修元一旦抉择的事，不会坐以待毙。这其中
定然有他的手笔。娘子先前说，无论他成与不成，都与我们有利。他成，我要他死；他不成，我也要他死。你不觉得我跟他其实很像吗？我们都不信命，都想靠自己的双手活在这世间。可是他有那么多爱他的人，他的父母，他的朋友，还有他深爱的男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和我一样的人却不与我一起坠入这深渊呢？凭什么？穷穷白兔，东走西顾，鱼不如心，人不如故。娘子，若有机会，奴婢可尽绵薄之力。玉渊，我只有你了。不管遇到任何事，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主。你明白吗？奴婢明白。哎呀，现在这1000贯是还了，可是这爷娘的嫁妆还没着落呢。哎，阿姐，要不你再借我们点呗？李峰，你赌成这样，连累了全家人，怎么还不思悔改，还好意思跟阿姐张嘴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话了吗？我那是被人算计的，又不是我故意输的。再说了，阿姐家生意现在越做越大了，得借我点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，阿姐？来，你倒杯茶啊，喝茶。我告诉你，李峰，你出去赌就是大错特错。你当初娶我妹妹的时候，你是如何承诺的？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阿姐，哎，当初你们家落难的时候，他偷偷接济你们家，我可是知道的。怎么了？今天救济一下我们，你就这样数落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现在不想帮我们了，想撇清关系嘛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一家人，有话你直说嘛。李峰，你以为阿姐家做生意容易啊？你输掉的那是1000贯呐！茵茵一个小姑娘，东拼西凑，好不容易替你凑齐了，至今没有让你打欠条吧？你怎么还好意思把主意打到阿姐家呢？欠条？你还好意思说欠条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姐妹俩果然想算计我，是不是？我什么我？你都答应了！你再说一遍，我告诉你收拾你今天！收拾我！你给我出去！你出去就出去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来，快坐下。慢点。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来透透气。娘子，
王氏，怎么了，贵叔？夫人她出事了。全是血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我那船现在全废了。你说你们好好的两姐妹，就吵了几句架，你们有必要把人杀了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夫人，阿娘，怎么回事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姨母，她死了，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你姨母。阿娘，姨母，姨母，到底发生何事啊？都是你们的好阿娘杀了我夫人！不可能！你不要胡说！三刀院季徐氏谋杀八郡李徐氏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押入县衙大牢候审。其他闲杂人等全部绕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阿娘怎么可能杀我姨母呢？这其中得有什么误会？再办案办事，把你一块儿抓回去。让开！走，别怕！哎呦，阿娘别怕！阿娘，停！我没有杀你姨母，我绝对没有杀你们姨母。有什么话回衙门再说。差爷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县令还没忙完吗？可不可以劳烦您再通禀一声，便是见不到县令，请师爷说说案情原委也好啊。对啊，说了没空就是没空，赶紧走吧。修园失礼，影响大人公干了。岂敢，岂敢！能与赵家主推杯换盏，那是本官之幸啊。那这门外之人，不见，不见。赵家主说的对，这都人赃并获了，无可辩驳的。我敬你一杯。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既然当时船夫和姨父都在，那我再去找他们问问端倪。阿兄，你去找个宋师，让他看看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办。好，娘子，郎君，快说，不好了，家里遭了贼人，咱们星屯的生死全被盗了。什么？阿兄，我回去看看，你还是去找宋师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好，走，贵叔。只有生丝吗？家中银钱可有被盗？就只是生丝，我一进门便发现门被撬了，库房也都搬空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畜生干的。贵叔，你从家里拿些银钱去找我阿兄，我去库房看看此人有没有留下痕迹。哎。不偷银钱，说明不是为财而来。能在短时间内运走大量生丝，说明早有准备，又恰好在我阿娘出事的时候行动。季徐氏入狱，生意折损。你说季莹莹面对这两难境地，她会不会低头啊？与其给赵修元做妾，倒不如给我做事。主人，季娘子家着火了。我太大了，你不要命了！贵人，你听俺爷的话啊！贵人，太大了火，你别往前冲了，听话。
火！英英，怎么了？这是英娘子，英英，人醒了，活的，人救火！醒了就好。娟儿，你看着啊！快！主人没事吧？没有受伤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听叔属下直言，西娘子，就算她价值再大，那也不及主人性命的1/1000。主人不该将季娘子看得太重了。若是今日主人真出点什么意外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 季英英，她对私情有独到的见解，有极高的天赋。你我若是要完成大业的话，像这样的人才一定是不可或缺，所以我才会救她。况且刚才的火势其实并没有那么凶险，要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也不会贸然行事的。如果想要用一个人为我所用， 没有比救命之恩分量更重的，对吗？英英呢？你为何不自己去看呢？你答应过我，不伤害他，为何他今天差点烧死？我若是想害他，还会亲自救他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若有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 现在许家和邹家的单子还是来不及了。三郎，麻烦你算一下，这2笔订单共有赔付多少？明天飞花会会进一笔货款，加上之前的订单，凑起来差不多300贯。虽然还是不够，但是我有信心能说服他们延期。剩下的就是杨家和沈家的单子最为紧要，除了要染色，还要去配色。 绝对不能出半点差池。大郎、六郎，你们可应付得来？交给我。放心吧，会长教了我们这么久，这次肯定能派上用场。飞花会的事，不能再让茵茵操心，我们得自己应付过去。只是没了这批丝，钱掌柜的大批大订单就没法开始制作。没事。 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以前那么多次困难，我们都挺过去了，这次一定也可以。走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好。放心不过说啊。没事啊。 阿兄，英英，你快坐下。哎呀，坐好。身子还难受吗？我没事儿。阿娘那边怎么样了？他们还是不允许我进去见阿娘。我给牢头拿了一些钱财，交代好生照顾。宋顺也人找了，但衙门里面说案子还在调查，择期再开堂。稍后我再去其他地方打探些消息，你就不要挂心这边了。 放心，
你来干什么？可有伤他？不劳赵家主挂念。季家现在一团乱，不便见客，请回吧。为何会无端失火呀？赵家主觉得呢？在这益州城，我有何仇家？他为何要偷盗生丝，蓄意纵火，要害我性命？有人蓄意纵火，要害你性命？所以你们怀疑是我？我宁可死，也不会害你分毫。想要杀害我的人，至始至终都没变过吧？莹莹，阿兄也不必如此吧？我只是想说，上一次我可以帮你重建季家，这一次我依然可以。7年的恩情，季家莫齿难忘。但如今赵二郎君已然娶妻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再说，否则叫别人听见引起误会。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。我可以帮你，也想帮你。你现在需要我？他不需要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定会找出真凶。夫君是来探望我的吗？过来看看。夫君要让我看什么？一出好戏啊！玉渊，夫君这是要做什么？季英在家中差点被烧死，这件事情你可知晓啊？我整日被你困在这里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但凡季娘子落难，你必要拿我们主仆二人撒气吗？他承认了，他说是他干的。全益州恨季英英的不计其数，但是想让他死的，就只有你们。你嫉妒他，他做的越成功，就越显得你是个赝品。一个卑贱的奴仆，夫君觉得我会在意他的死活吗？他死不了。我跟你阿耶呀，学了一个水刑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只是有点恐惧，但渐渐的，他会逐渐的失去意识，最后活着就跟死了一样。是我嫉妒季英英，是我让玉渊去监视你，我想要不择手段的杀了他。这件事跟玉渊没关系，你放过他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？你说，咱们俩是同一种人，我们不为自己而活，只有伤害到我们的心爱之物，我们才会生不如死。
你恨的人是我，你放过他，你放过他行吗？告诉你，但凡季一英再出半点差池，不管是不是你干的，我都会来找你。我不图别的，就图心里痛快。雨言，雨言，这是诸葛派人从益州城送来的。益州不会真的出事了啊？不行，我得回趟益州。高教，你找个人帮我画下白王的画像，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我想的那个人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现在外面明里暗里都是白王派来劫杀你的人，你确定要现在回去吗？我答应过他要与他托底，纵有千难万险，我也得回。走了。您有什么事？请禀报杨夫人，飞花会姬英英求见。小娘子，请稍后。英英见过杨夫人。季娘子今日过来，不知是有何事？我近日来是想与夫人做一笔生意。季家的遭遇，我有所耳闻。不知季娘子想与我做什么生意呢？我想与杨夫人做着刘波景的生意。季娘子想如何？不知夫人有没有听闻，我接了一笔订单，30匹游龙对兽刘波景，高于市场30%价格收购，需在5个月之内完工。可如今我季家失火，生丝尽毁。季娘子的意思是？我记得拍卖会当日，杨夫人对刘波景颇有兴趣。你是想把刘波景那花本卖给杨家？刘波景是我与于掌柜合力研制，英英无权售卖。但若夫人肯帮我解这燃眉之急，除了此订单的分利与杨家以外，日后英英也愿意和杨家一同研制新景。我信季娘子的才华，但这日后的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是，所以今日我还带了另一样东西。我愿意将蜀红丝染制方法尽数交予杨家。
能让季娘子如此破釜沉舟，想必不只是为了订单的事吧？是。英英今日前来，也为了我的阿娘。众人皆知，杨夫人的兄长过继给了唐伯，如今在长安做事。若是夫人能请兄长出面，定然能救出我阿娘。季娘子，你得罪的是谁？你我心知肚明。若是帮了你，那我杨家定会被推上风口浪尖。蜀红丝价值虽高，可这笔交易的风险也很高。蜀红丝不够，我还有朱颜驼，日后我还会染制出更多的新色。若是夫人觉得交易分量不够，我还可以继续往上加更多的筹码，直到杨夫人满意。你借杨家之使，躲得了今日，躲不了明日后日。保得住一时，保不住一世。除非你给自己找一个长远的口实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要想杨家师出有名的担下季家的担子，又能让季娘子无后顾之忧，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愿为次子杨晋陵求娶季娘子。身为杨家的大夫人，我敢说，我们杨家还是有赌这一把的勇气的。自也希望季娘子能够应允，但作为女子，我还是要劝季娘子三思。毕竟嫁人一世，事关女人的一生。现如今当务之急，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，不是生你，而是你阿娘。我可以等你找到幕后真凶，但是季伯母的病，她能等你吗？白某要的是你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我嫁。你想好了？实不相瞒，杨家并非我首要求助之人。其他人，要么许我虚以为夷，破镜重圆；要么许我背井离乡，卖身为奴。相比之下，杨家能救出我阿娘，还能让我待在益州，这已然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朋友们为了帮我还债，日以继夜的操劳。我阿兄为求公道，不畏强权，受尽折磨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又是夫人这样的人家，有何委屈？
你放心，你嫁过来就是杨家正经的儿媳，杨家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还有你们的婚事，我也一定会办得热热闹闹，绝不辱没季家。如今我阿娘还在狱中，生了重病，我怕她身子坚持不了多久，还请杨夫人尽快定下婚期，无需节外生枝。你的一片孝心，我怎会不答应？我这就差人上下打点，争取早日救季夫人出狱。还有钱掌柜的事，由我杨家提供丝线和染料，定会让新井按时完工。多谢夫人。家真不要脸！阿玉，阿玉，这已然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们欺人太甚，杨家向来就只有生意。哎，阿玉，于掌柜，哎，于掌柜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禀告大王。玉娘，杨家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杨家，我阿娘答应如此，定然也是符合宗亲老爷们的意思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更改。宗亲老爷们。英英那样的性格嫁进杨家，守你们杨家的规矩，那跟要她坐牢有什么区别？杨家选中季娘子是看重她的本事，她嫁来绝不是做闺中妇人。我阿娘会让她一起帮忙打理家业的。这么说，那一纸婚约就是卖身契，买英英一辈子在你们杨家做长工。我知道，季娘子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可这事已至此，无力转换。等她嫁入杨家，我会尽全力护她。护她？你能护她？你谁都护不了。8年前如此，如今亦是如此。英英在你们杨家中受了委屈，我会烧了杨家。我玉玲珑说得出做得到。
阿娘总想将我嫁出去，如今可算是如愿了。只可惜她没法看见我出嫁的样子。心里难受，就不要笑了。自己选的路当然要笑着走，难不成哭哭啼啼，叫那些害我的人看笑话吗？你真的不等杨三郎回来吗？杨金兰，我等着你回来。我阿娘身子本就不好，不能拿她的命去赌。我跟她上次就错过了。这次我也没有时间等她，我们算是有缘无分吧。阿月，其实嫁给一个不爱之人也并非坏事。寻常女子在后宅中要服侍丈夫，争风吃醋，但我不用。我和杨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交易，我不用应付后宅的事，我可以跟着杨夫人学做生意。她那么厉害，我肯定能学到好多东西。这些话是真心的吗？你我都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件事我不想让阿兄还有平儿他们太早知道。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。好，我帮你。杨金兰，我等着你回来。杨金兰，这次我真的等不了你了。要与谁执手相思？阿兄，到了此般地步，也不要再瞒着我。我知道，你做出的决定，我向来是劝不住。把这个带在身边。我
不用，阿兄，你留着。哪有小娘子出嫁不带着嫁妆傍身的？拿着，拿着。阿兄无能，原为你做的，便只有这些。谢谢阿兄。季娘子，该出发了，别误了吉时。英英出嫁之后，家中诸事就托付给阿兄了。放心，愿你此去，举案齐眉，鸳鸯闭合，愿您歇了。长兄在上，英英就此拜别。起来。孩儿携季氏拜见阿姨阿娘。慢着！三郎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回来了。
你要干嘛？三郎，今天是你二哥大喜的日子。大喜的日子？我看是你们车祸打劫的日子才对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趁着季家夫人遭难落井下石，强迫季二娘子入府为妻。此番算计，你们还真算得上是廉耻二字。三郎，你二哥成婚的日子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生子，哎，放着你！没事，王爷。成婚，我不点头，谁敢娶她？杨静兰，我娶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不行，我不走。咱俩往哪儿去？谁还想拦？大可试试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三郎，你不顾及杨家的脸面，难道你也不在乎季娘子的名声吗？你可以带他走，但你想清楚了，今日出了这个门，季娘子的名声可就保不住。静兰，是我自愿的。今日我与你二哥成婚，虽然没有宴请宾客，但是杨家众人皆知。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与杨家皆是名节不保。况且，杨家是为了救我阿娘，才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若毁约，以后如何取信于人？你不必担心，谁敢多嘴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你难道堵得住全天下人的嘴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人言可畏。你若真是为了季娘子好，你就应该顾及她的脸面和名声。好，既然你已决定加入虎狼窝，那换个人嫁，可好？什么？端理何在呀？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此话何意？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
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你只管说愿与不愿。杨静兰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这么做，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三郎，这个季娘子是你二哥娶的妾室，你这样硬夺硬娶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魏国，他还不是我二哥的人。你们拿他的家人来做威胁，我可想娶的人是你们！你别胡说八道了！你明明就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杨家的，要不是我阿娘劝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娶她呀？你们把他当作筹码，我视他做珍宝。今日我杨静兰必娶她。你不是乱了纲常了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三郎无非是担心我们觊觎季娘子的产业，又怕给二郎当妾委屈了季娘子，所以才想娶季娘子为正室，这样既能保住季娘子的名声，又能保住杨家的声誉。既然二郎不想娶，那就成全了三郎吧。红尘之中心海，风月中却秋来，情节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，当时一生洁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要似彼岸，天涯有生几载，这戏怎能被掩埋？繁华似锦常开，岁月无碍，愿余生不必。好。我娶你。算了，算了，你是来了没有啊？咱们出去说吧。好。医师，王娘怎么样？季夫人的病忧思过度，劳神所致。待吃完我开的这方药后，会好受很多。多谢医师。赵家主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县令将季伯母从狱中接出来，还特意请了医师给她把脉。我特意过来看看，情况如何呀？这个，是这样，杨夫人前2日带着医师登门拜访，我也不好驳了杨家人的面子。此事跟杨家人有何干系？周家主不知道吗？季娘子就要嫁给杨家2郎为妾了，这以后就是杨家人了。郎君，杨三郎回来了，说要娶季英为妻。杨静兰。
就别重逢，也不什么笑脸给我。这次要不是购房带兵及时赶到，我就死在路上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伤得很重，你差点。我回来跟你斗底呀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没有你我也可以，我可以救出我阿娘。是，我们金娘子最厉害了，无坚不摧，叱咤风云。没了我，一样能照顾好自己。可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没了金娘子，我就没人能给我倒杯水喝了。好。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还得上。还？盟友之间互帮互助，本就是应该的，没什么还不还。三郎君，婚事仓促，来不及准备新的喜服。您看，您和季娘子沿用老爷夫人的婚服，可好？我随意，他的我自有安排。是。你嫁给我二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你嫁给了我，你还可以离开这儿。等你把这杨家的恩情还好了，我可以给你一封和离书，给你离开杨家的自由。你就当做我们是一场合作。没有谁欠谁的。好，那救我阿娘就可以。你帮我把我的包袱拿过来一下。好。
蜀红嫁衣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是爱留给我的。燕燕，给我！你给我松手！莹莹，松手！这是我阿耶的蜀红锦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南诏的百王府，在那里面还有许多年代久远的勾结。南诏，白王。有锦勾结的人是白王。此事日后再说，不是眼下可以解决的。但好在这蜀红嫁衣物归原主了。各位乡亲，今日是我家三郎君与三道堰换花染房季娘子成婚的大喜之日。诸位若是有空，还请到咱们府里喝杯喜酒。哎，只是说杨家二郎要拿季家娘子为妾，这怎么又变成杨三郎娶妻了？说不定这季小娘子把他杨三郎的中了。背后说人，不取口德。飞花会应西染坊，恭贺季娘子大婚。郎君里边请。飞花会彩鸾染坊，恭贺季娘子大婚。飞花会牛月染坊，恭贺季娘子大婚。郎君。飞花会落霞染坊，恭贺季娘子大婚。娘子快请。飞花会名誉会长，当朝国舅爷三来，恭祝季娘子大婚。爷都来了，郎君里面请。请。听说杨景国伤得很重，今日还能拜堂吗？哎呀，别说伤得重了，就算还有一口气儿，也得把这亲成了。哼。今天是小儿子大婚，不知副都督前来何事啊？警官杨静兰无故屠杀城中将士，胆大包天，本将奉牛都督之命，依法前来缉拿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是说这小子误中无惯了，迟早害了我们杨家。没让他一嘴，牛副都督，好不通人情世故啊！今日是本官大婚的日子，怎么连份贺礼都没带吗？杨静兰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，免得伤及无辜。你可认得这是何物？太子鱼符。见鱼符如见太子。跪！太子鱼符，快跪！你一个小小的警官，平白无故掏出这太子鱼符，你让本将如何信你？益州锦业，姿势体大，常有歹人作祟。杨静兰奉太子令，以警官的身份督察益州锦业，颇有成效，故升任督察特使。奉旨密查，先斩后奏。
见太子于福不贵，你要造反呐！今日是本官大喜的日子，你带兵闯入，惊扰了我的夫人，还有我的宾客，你该当何罪？有某草率了，惊扰了诸位宾客与杨三少夫人，还请杨督察谅解。滚！告辞。这！我看看于府长什么样。哎呀，以后我们要改口了，不能叫杨警官了，要叫杨督察。好了，先扶你回去休息。哎，不行，还没拜堂。对呀，还有一口气呢，得拜堂啊！我拜什么拜？都伤成这样了，改日吧。不改，就今日拜。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拜？不拜了，走。不拜了，直接洞房。啊？这叫什么话？对，直接洞房。什么啊？直接洞房，走。洞房，走！没消息。慢点！宾客们，也都入席吧！啊！你这是？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小榻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西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装这么多？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割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来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好了，躺下吧。
你今日打了牛景的脸，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？他如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会明白，对付我是没有用的。关键是，长安和节帅对他的态度，短时间内，他不会对我轻举妄动的。你放心好了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。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拿。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你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了太多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
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统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。因为沾染了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